OK， 大家好，我係 Raymond， 翻到嚟啦。咁啱啱我哋就睇咗 Vivo 嘅大尺寸摺疊手機 X Fold 5喺台灣嘅發佈會，同埋一啲初步嘅評測。咁對於摺機有興趣嘅話咧，歡迎睇完呢一條片之後再翻去重溫嘅。而如果你係揾緊相對比較經濟而係細尺寸旗艦機嘅話，今次我哋係會睇都係嚟自 Vivo 嘅 X200 FE， 繼續承傳咗 Vivo 比較着重影相，特別喺人像模式啦，同埋係蔡司合作研發嘅鏡頭同埋 T-Star Coating 都係有嘅。咁仲有呢個細尺寸嘅機身，佢係擁有6500 mAh 嘅超大電池嘅，咁就值得我哋用一啲時間去睇睇。而首先喺外觀設計 ，X200 系列就有一個成員 X200 Pro Mini， 咁我哋應該係2024年年底嘅時間係試咗，但係佢喺香港冇正式推出嘅。咁佢嘅尺寸其實就會 exactly 同今次嘅 X200 FE係一樣嘅6.3寸，反而喺機身嘅體積上面，今次 FE 佢嘅厚度係由之前嘅 Pro Mini 8.2mm 下降去到 7.99mm，around 8mm 啦。重量亦都係由之前 Pro Mini 187g 反而下降咗1g，大致一樣 186g 嘅重量。而佢長同埋闊係完全一樣嘅尺寸，反而係呢個機身尺寸完全冇變，或者係稍微再輕薄咗嘅情況之下，佢嘅電池容量對比之前嘅 X200 Pro Mini 5700mAh 都已經係細機上面一個大電嘅水平，去到今次喺香港版本或者係國際版都係6500mAh。實際嘅電池續航力咧，咁我哋一陣間睇完佢嘅相機實拍啦、螢幕表現、效能發揮同埋 AI 功能之後，都會同大家揭曉嘅。而整體佢喺機身嘅用料亦都擁有雙玻璃面板加金屬邊框嘅設計，而佢嘅正面玻璃係用咗全平面嘅設計，喺邊緣位置係完全冇任何嘅 2.5D 或者係 3D 嘅弧度啦。而佢嘅螢幕邊框都屬於我自己啦試過嘅手機入面最薄窄嘅一個等級。螢幕尺寸係6.3寸嘅，佢擁有19.5:9一個主流嘅螢幕尺寸比例啦，四邊係做咗比較大角度嘅圓弧。上手嘅操作感覺咧，佢係平面嘅螢幕玻璃，但係四邊嘅大角度圓弧就都唔會出現硬手心嘅狀況嘅，反而係視覺衝擊感上面有嘅。咁佢就真嘅螢幕尺寸，而佢係超窄嘅邊框，四邊嘅螢幕邊框亦都係做到比較對等嘅。好嚴格咁去仔細睇嘅時間，我就有留意到喺下巴嘅位置，螢幕邊框係稍微比起左右同埋上邊框係闊咗好輕微微小嘅程度。日常應用咧，基本上就係一個四邊螢幕邊框比較對稱同埋超窄邊框嘅體驗。屏下指紋掃描器亦都係有嘅，佢係採用光學嘅 sensor， 解鎖速度正常旗艦機表現啦，一點即縮係 OK 嘅。而始終佢係細機嘅，咁呢個螢幕喺顯示規格上面有冇做咗一啲閹割咧？咁係首先佢係一個光亮度上面做到5000 nits 嘅峰值亮度。有支援120Hz 嘅高刷新率，咁呢個都係頂級旗艦機嘅水準。而實際上喺 Netflix 嘅時間，亦都係擁有 L1 嘅認證，而佢係擁有 HDR10 嘅播放。咁喺呢一部細機上面，雖然佢係細機單手操作，但係螢幕6.3寸，實際上都唔係特別好細嘅。咁去睇 Netflix 嘅時間係啦，做到 HDR 嘅播放係有支援。喺 YouTube 嘅播放都係做到 4K HDR 嘅格式。咁實際上 X200 FE 嘅螢幕顯示喺佢嘅光亮度對比到顏色呈現嘅通透感同埋色準嘅調校，都俾到我自己肉眼觀察感覺係一個頂級旗艦機嘅水準。特別再重複一次啦都要，咁佢嘅窄邊框視覺衝擊感都係有嘅。反而喺呢個位置都值得我哋一睇，佢喺螢幕邊框窄邊框嘅情況之下，喺螢幕頂邊呢個位置係隱藏收咗2粒嘅補光燈，係一啲大背光嘅場景或者係低光夜景嘅拍攝自拍嘅時間，咁係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呢個我哋一陣間喺拍攝嘅時候再試。同時間喺機背嘅設計就有主鏡頭、超廣角鏡同埋遠焦鏡頭，而呢一個就會係類似我哋之前喺 Vivo V50系列見過嘅 Auralight 嘅補光燈系統。佢相對係一個比較大面積嘅柔光補光燈啦。實際上佢都係喺我哋試過手機入面比較罕見係可以同時間喺人像模式、散景嘅運算係兼容到呢一個 Auralight 嘅人像補光燈嘅。我哋都可以期待佢係拍攝實力最強嘅一個細尺寸嘅旗艦機嘅。咁呢個我哋一陣間真係認真再試。而最後補充其他嘅硬件配置 ，WiFi 7亦都係有支援嘅。而佢嘅震動摩打亦都係採用線性嘅摩打，打字感上面佢係比較細緻同埋比較精細嘅，咁就係一個旗艦機嘅水準。雙喇叭配置亦都有嘅，我哋亦都睇下細機身上面有冇做咗喇叭嘅犧牲。OK， 反而係佢嘅聲場、立體感同埋佢個高音嘅清澈銳利嘅感覺係俾到驚喜嘅。
同時間佢三頻比較平均，低音都係有嘅，冇出到一種罩住或者係高音唔夠清晰嘅效果，同埋校到最大聲都冇破音爆咪嗰啲情況嘅。而最後係 IP68、IP69嘅防塵防水，6就基本上係完全嘅防塵，而8嘅等級係做到1.5米嘅水深操作30分鐘嘅，9嘅等級係80度嘅水溫可以做到一定壓力嘅水柱噴射嘅。咁當然實際嘅防水性能係有機會睇下你部機用嗰個年期，同埋有冇跌過手機啊，各方面嘅因素影響。但係 anyway 呢一個都會係我哋揾到最高等級嘅防塵防水嘅手機啦。OK， 相機部分都會係 Vivo 手機一直以嚟啦，係相機都係佢最大嘅重點。好，咁呢度佢嘅主鏡頭就有5000萬像素，1over 1.56寸嘅 sensor， 主流旗艦機嘅尺寸。咁我哋都可以睇下一啲算法嘅幫助之下，而家嘅低光拍攝喺呢一個尺寸嘅 sensor 已經係做到一個極高水準嘅效果，而佢係有支援光學防手震。另外一個係5000萬像素蔡司嘅遠焦鏡頭，3倍嘅光學變焦，而佢係擁有光學防手震嘅支援，1over 1.95寸，絕對唔弱嘅一個大尺寸嘅 sensor， 未去到 X200 Pro 嘅極致啊，1over 1.4寸同埋2億像素嘅大 sensor。遠焦鏡頭呢個等級，亦都會係日常嘅街拍或者係人像拍攝上面都係一啲算法嘅幫助之下，實力係點樣？一陣間我哋會仔細再睇嘅。咁而超廣角鏡就係一個800萬像素、15mm 超廣角同埋1over 4寸嘅 sensor。咁呢部機嘅硬件上面重點都會放咗喺主鏡頭同埋呢個70mm 嘅遠焦鏡頭上面。實際出嚟嘅效果啦，咁 Vivo 嘅成像運算都係有比較積極嘅 HDR 動態補償嘅。咁特別呢一日係光線比較複雜嘅場景同埋有落雨嘅，佢係可以俾到我哋睇到佢完整保留到高光位嘅細節，而成張相光亮度高嘅，包括佢嘅遠焦鏡頭，直接挑戰佢嘅極限。呢個係人係面對住入面室內比較暗嘅位置，而背景係高光位嘅，咁佢都可以將高光嘅細節係完全拉到翻嚟，而人像係有一定程度嘅立體感同埋光亮嘅，喺夜拍上面都一樣嘅。咁加埋佢 overlight 嘅補光燈啦，頭先提到，咁佢就可以喺啲背光或者光源複雜嘅場景都做到加埋呢個積極嘅 HDR 啦，成張相嘅曝光就會均勻立體嘅。遠焦鏡同埋主鏡頭就有旗艦嘅硬件，咁但係反而係超廣角鏡佢都喺一啲算法嘅幫助之下咧，其實可以睇到動態範圍大嘅。暗處嘅位置同埋窗出面光嘅位都係有完全嘅一個均衡嘅曝光，而自拍鏡頭啦，亦都係5000萬像素20mm嘅廣角視野，而佢亦都係一樣嘅，做到人像喺大背光嘅時候光亮啦，而窗出面嘅高光位有拉到翻嚟，暗處室內嘅位置、植物嘅位都係拉到出嚟嘅。而仲有一個重點要提嘅係佢嘅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有蔡司合作研發嘅鏡片，同埋有蔡司 T-Star Coating 出咗嚟咧，係低光複雜光源場景嘅時候，直接對住高光大燈或者係月光呢個位置，咁佢係完全冇圓光嘅出現，包括喺主鏡頭啦，同埋喺遠焦鏡頭都有呢個喺光線嘅運算複雜光源之下係做到一啲實淨嘅光線、銳利嘅成像咯。低雜訊高嘅光亮度啦，而高光位係冇出現到一啲圓光折射啦呢類型嘅情況。好啦，遠焦鏡頭嘅實際表現效果最盡係做到100倍嘅數碼變焦嘅，咁係一啲 AI 嘅算法幫助。咁而喺我嘅實際測試上面，咁佢嘅超廣角鏡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喺色溫同埋色調上面做到比較均一嘅平衡。而佢嘅遠焦咧，其實去到10倍嘅數碼變焦，仍然係做到一個好似接近無損嘅變焦效果嘅，有比較高嘅銳利度啦。嗱，咁估計如果你係對遠焦有終極極致追求咧，應該會入手咗 X200 Ultra 嘅。咁所以呢部機嘅遠焦鏡，我自己都會係咁認為嘅。佢係能夠勝任到日拍，同埋特別係呢一個複雜或者係終極苛刻嘅低光場景咧，可以睇到佢除咗係成張相光亮同埋銳利嘅，同時間積極嘅 HDR 反而就拉到呢個月光嘅位置嘅立體感同埋一啲 shadows 同埋高光嘅位置有層次嘅。咁同時間係一啲複雜嘅光源去到10倍啦，其實仍然係一個高嘅銳利度，唔覺得有數碼嘅資訊損失，而複雜嘅光線場景運算係佢最強嘅位置。好啦，反而一啲喺之前 X200 Pro 上面都未有加入菲林模擬嘅效果。喺呢度我哋有 Classic Negative， 係一個經典嘅負片效果，似菲林相機或者係 Fuji 相機影嗰種嘅文藝嘅感覺。佢會有比較淡嘅顏色、大嘅對比度，稍微偏冷而偏綠嘅白平衡。另外我哋有 Positive Film 呢一隻菲林模擬咧，佢係有稍微偏暖而偏紅少少嘅白平衡，顏色都會比較鮮豔嘅。呢度我哋就3個唔同嘅菲林模擬效果啦，就去做一個對比。咁最右邊嘅係 Clear Blue， 一陣間再睇。咁佢係偏冷嘅色調。3隻唔同嘅色調其實都係唔同嘅場景做到唔同嘅效果，視乎自己喜好嘅。
同埋依個都係我自己比較中意 Clear Blue， 佢嘅色調偏冷色調，特別喺街拍同埋喺市區嘅建築物拍攝，佢都係有比較低嘅色彩飽和度而高嘅對比度啦，睇起嚟啲色會比較淡而深嘅，咁而佢係可以做到偏冷嘅色調。咁 Classic Negative 同埋依個 Clear Blue 都係我自己嚟講最中意最討好嘅認為。反而我哋頭先講咗自拍鏡頭上面佢有雙補光燈嘅效果，實際上佢嘅 sensor 亦都係5000萬像素，1over 2.76寸。咁我哋都直接挑戰佢嘅極限，喺呢個比較暗嘅位置夜拍啦。呢度就有一組 before and after 開咗呢個補光燈同埋唔開補光燈之下嘅自拍嘅效果，分別係明顯嘅，特別低光啦。咁佢再多咗個光源，成張相會銳利，同埋成個面部嘅輪廓立體感會出咗嘅，均勻嘅打燈啦，亦都係。咁亦都除咗面部嘅位置，其實喺個衫上面嘅 texture 同埋光亮度咧，亦都係明顯嘅一個大提升嘅。好啦，主鏡頭嘅 Aura Light 啦，佢嘅面積同埋光亮度會再大嘅，咁所以比較就會再明顯嘅。咁佢開咗之後，亦都係因為有自動嘅色溫調校同埋光亮度調校，佢係會 match 到膚色會比較好嘅。咁出咗嚟效果會係一個柔和啦，而均勻嘅打燈，咁成個立體感會好明顯嘅對比。咁頭先睇咗嘅自拍鏡頭嘅雙前置補光燈啦，同埋主鏡頭嘅 Aura Light 嘅補光燈系統，都係可以兼容到人像模式嘅拍攝同埋自動模式嘅拍攝嘅。咁特別加咗人像模式嘅拍攝之後咧，咁就再加上咗頭先嘅菲林模擬嘅一啲色調，同埋一啲高光散景嘅光斑人像嘅運算咯。咁人像模式一陣間會再仔細講解佢嘅功能。咁主要就係佢嘅色調啦，同埋光斑嘅運算，同埋呢個補光燈嘅系統都係可以自由咁去匹配使用嘅。基本上咧係出到完全就係心目中想要影嗰個人像模式嘅效果嘅。翻到嚟人像模式，佢喺濾鏡呢一度，咁佢就承傳咗基本上所有啦，之前 X200 Pro 我哋見過嘅唔同嘅蔡司經典鏡頭嘅散景模糊效果。實際上咧，佢除咗喺夜拍嘅時候效果會明顯，或者甚至喺日頭嘅時間係一啲高光反射嘅 highlight 嘅位置，佢都會出到呢一種嘅旋焦係 Biota 嘅效果。咁一陣間會仔細同你哋睇下啦。咁但係反而係 impressive 嘅係佢嘅人像模式邊緣運算已經係比較苛刻嘅大角度嘅側邊輪廓剪影同埋頭髮絲眼鏡邊框嘅運算，佢係做到極之準確嘅眼鏡邊框啦，同埋係一啲頭髮絲極之準確嘅。至於每一個嘅蔡司濾鏡，邊個係你嘅心水呢？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咁但係 anyway 呢個係 natural 就係最經典標準嘅效果嘅，可以認住先。呢個係 Biota， 係一個橢圓形嘅光斑，而佢係有旋焦嘅效果。B-Speed 就係一個三角形嘅高光嘅 bokeh balls。Sona 會係比較柔和同埋圓形嘅散景高光嘅 bokeh balls 嘅。Planner 會係橢圓形嘅高光光斑啦。Distagon 係一個六角形嘅高光光斑嘅效果。Cine Flare 都係一啲特定嘅位置喺背光或者係有比較複雜光源嘅時間，可以再加上去，會再多咗一個鏡片折射嘅模擬效果。Cinematic 最後就應用咗21:9嘅比例，同埋佢喺散景上面係擁有一個比較橢圓形啦，電影鏡頭嘅嗰種感覺。咁呢度所有嘅光斑效果、鏡頭模擬嘅效果都可以喺後製嘅時候再去呢個位置 bokeh， 再去選擇翻我哋嘅對焦點，可以喺拍攝後期再去揀前景定係後景去做對焦。同埋佢嘅光圈大細嘅，即係背景嘅模糊程度。反而今次嘅人像模式喺呢幾個新加嘅模式同埋特效上面，呢個濾鏡佢本身有個 frame 喺度，同時間佢係會將成個畫面動漫化嘅，亦都係卡通化啦。實際上嘅操作咧，喺影咗相出嚟之前，佢已經實時將個主體會動漫化咗嘅，咁係可以影一啲物件嘅時候係幾有趣得意嘅。拍片咧，亦都喺主鏡頭同埋3倍嘅光學變焦鏡頭有支援到 4K 30同埋 4K 60，而超光學鏡係做到 1080p 嘅拍片。咁 X200 FE 佢嘅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有真實力嘅，特別係低光拍攝同埋蔡司鏡頭同埋 T-Star Coating 啦。而人像模式亦都係真係數一數二嘅高水平嘅表現啦。OK， 有驚喜嘅熒幕顯示效果、旗艦水平嘅相機系統同埋有驚喜嘅人像模式啦，效能同埋功能、電池續航力嘅發揮，我哋都係會完整睇埋嘅。AI 功能 X200 FE 就全套下放，咁當中最喺呢部比較重視影相嘅手機，我哋係可以睇一睇佢嘅圖片編輯嘅 AI Erase 就係呢個圖片嘅物件或者係人像移除嘅 AI 係會自動 detect 咗我哋圈出嘅主體，咁之後佢就 rend 走咗嘅。Remove People 係一個一鍵自
自動嘅偵測全個畫面入面所有嘅行人啦，佢都係識得自慧去 detect 到我哋嘅畫面嘅主角，就冇將佢移除嘅，反而係背景後面嘅行人就全部移除嘅。咁 Vivo 嘅 AI 今次都唔係第一次我哋去試，佢都係有住一定高水準嘅，都算係數一數二比較好嘅一個物件移除嘅 AI。而最後喺 Framing 都係今次新加，佢係有加入咗 AI Expansion， 圖片嘅擴圖最盡去到200%， 咁我哋直接挑戰佢極限嘅。咁呢一張相本身都已經超廣角鏡去影嘅，咁但係再200% 去 expand 啦，咁就獲得咗一個再額外闊嘅視野。呢一張係相當之得意嘅，我哋可以一睇，佢係可以喺呢度成張相嘅質感係可信嘅。咁最主要係後面呢個建築物，佢比例幾好嘅，同埋係佢有啲通透嘅夜景效果。呢度反而係一個比較復古懷舊嘅車。呢一邊呢一排停泊喺度嘅車，其實都係完全 AI 生成。成張相嘅可信度高嘅，同埋啲光線可以睇到 render 翻出嚟，可信度相當之唔錯。錄音變文字嘅功能今次都喺呢度有嘅，咁佢嘅錄音界面就係我哋而家試一下。咁我哋而家一路講廣東話啦，然之後再係錄音。完成咗之後，亦都係有 transcribe 嘅按鍵，咁佢亦都係已經有支援到廣東話。好啦，另外今次加咗係有支援到廣東話嘅電話錄音，同埋電話錄音變文字啦，再或者係電話即時嘅翻譯。嗱，我而家開始電話錄音，實際個界面操作上面就係呢個 Smart Call Assistant， 咁佢入面咧就有一個整合摘要嘅功能。咁而我而家講緊廣東話咧，我都係自動嘅 detection 咯。而家講緊嘅嘢啦，用一個文字嘅方式喺呢一度已經呈現。咁對方講嘅嘢咧，其實佢就一樣嘅，喺呢一度會係出到一個。嗱，你而家試下講少少嘢。你打俾我，我講就係啲語言嘅，都會你睇嗰啲都可以。呢個就另外一個功能，跟住就係有一個即時嘅翻譯功能。佢都喺呢一度有個 call translation 咯。嗱，而家我講廣東話嘛，咁佢就會將廣東話就翻譯咗做一個英文咯。其實佢 suppose 就會將佢翻譯成英文講俾你聽嘅。Right, so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Vivo in Cantonese if I'm speaking English right now? As I can see the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antonese here. 其他主流嘅語言包括英文啦、日文、韓文、泰文或者係歐洲嘅語言都有嘅。喺語言呢度就冇直接標明有香港嘅支援，但係我哋喺 Tone 呢一度再可以選擇有普通話同埋廣東話嘅。咁係可以揀到繁體中文再加廣東話呢一個組合。出咗嚟效果，將使用此聲音播報翻譯內容。將使用此聲音播報翻譯內容。This sound will be used to announce the translation. 好啦，而佢嘅電話錄音咧，而家係 Vivo 原生嘅 Note App 入面，乜都冇教過嘅情況之下，咁佢就已經喺呢一度整合咗頭先大概分半鐘嘅內容啦。咁同一時間 transcript 呢一度就係翻頭先每一句啦，佢係分到我同埋對方講嘢嘅。咁亦都係可以有支援到廣東話同埋繁體中文嘅語言。而最後係 Gemini 嘅支援，都係長撳翻電源掣，而家係原生預設係冇裝任何應用程式，咁佢都係會跳咗去 Gemini 嘅界面。咁喺香港都係應用翻 VPN 啦，或者係旅行嘅時間都可以應用。咁呢一個都係我哋比較多用嘅狀況，就係喺 IG 見到一啲 post 係冇特別有一個地點嘅，可以長撳 Ask About Screen。咁佢亦都已經係聽得明廣東話啦，咁可以直接問佢：你認唔認得呢度係巴塞隆納嘅邊度 ？OK， 佢喺呢度分析咗，然之後就揾到一個地點嘅，咁我可以試下喺 Google Map 嗰度呈現呢個地方，直接連動咗 Google Map， 咁可以將我哋揾到個地點喺翻呢度。大概喺呢個位置。咁呢個地方附近仲有冇其他嘅景點啊？如果我想去呢度1個星期，幫我建議一個行程。咁佢嘅聰明度咧，而家已經係每一個景點佢可以再撳落去 link 翻去 Google Maps， 又或者其實喺呢一度直接有每一個點對點嘅行程嘅每一個 drop off point 你可以揾得到嘅，有晒成個路線行程啦，亦都係可以直接開埋導航嘅。幫我整合摘要呢個搜尋，然之後再儲存去 Google Keep Note。好啦，呢個7日嘅行程 planning 咧，佢就1分鐘之內做完嘅。再撳翻去 Gemini， 其實就係可以再去翻頭先完整呢個對話內容啦。撳翻開 Google Maps 咁樣都係可以嘅。文字或者係文章嘅生成，咁呢個係最基本啦。幫我用頭先揾到嘅內容生成一個電郵，介紹呢度咁多個地方嘅行程。好啦，呢度就用翻一個電郵格式，就總結咗頭先我哋揾到嘅嘢啦。幫我將內容翻譯去英文。
OK， 咁就係文章嘅生成啦、文章嘅整合摘要同埋文章嘅即時翻譯冇問題㗎啦。而最後係效能發揮同埋電池續航力上面同埋散熱嘅表現。喺 CPU 上面有 Geekbench 6嘅多核心分數，咁呢個係 CPU 純效能最高峰值嘅效能輸出嘅。而至於打機遊戲表現上面，我哋有 3D Mark Wild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即係一個20分鐘嘅壓力測試。咁喺數據嘅測試，我哋就大概可以分析到佢係大概就係同 Snapdragon 8 Gen 3處理器嘅效能相若啦，未去到目前最高等級嘅 Snapdragon 8 Elite 嘅，咁但係8 Gen 3都係一個絕對唔弱嘅處理器，咁我哋都係直接挑戰佢極限啦，喺 Genshin Impact 上面。而家我哋係用緊最高畫質、最高解像度60 FPS 嘅設定，就係呢一隻遊戲有支援到最高嘅畫質，同埋所有設定都係最高等級嘅。咁雖然呢部機佢嘅設定係6.31寸 mon、6.3寸 mon， 佢未去到最大尺寸嘅手機，咁估計咧打機未必係你嘅首要嘅考慮。但係實際上，如果你會打機嘅時間，咁佢側邊框嘅視覺效果、衝擊感有嘅，咁同時間佢嘅實際效能表現亦都係有嘅，咁就係可以用到最高畫質玩到而家苛刻嘅大型遊戲嘅。OK， 最後電池續航力測試上面會係呢部機係另外一個最大嘅重點，6500 mAh 嘅電池放咗喺呢個相對比較 compact 嘅細機身。實際上面咁我哋都係用翻一半嘅螢幕光亮度播1個鐘嘅 YouTube， 睇1個鐘嘅 Facebook 同埋 IG。多媒體嘅應用啦，同埋1個鐘嘅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 嘅打機嘅綜合表現，實際出嚟嘅效果，如果以 iPhone Pro Max 作為一個續航力比較長嘅指標咧嘅大機啦，咁呢部 X200 FE 佢作為一部細機6.3寸 mon 嘅尺寸，佢嘅續航力係做到其他 Pro 或者係 Pro Max Ultra 等級嘅表現，佢亦都已經係而家數一數二長續航力嘅手機嘅。而佢係有支援到90W 嘅有線叉電，同埋有支援到反向嘅有線叉電。咁呢部細機身啦，始終比較 compact， 優先去擺咗比較大嘅電池，咁佢就冇支援到無線叉電。咁總結，今次就將一個頂級熒幕嘅顯示效果啦、側邊框嘅設計、主流旗艦機等級嘅主鏡頭，同埋一個光學變焦嘅遠焦鏡頭。雖然佢喺超廣角鏡上面有一定程度嘅犧牲啦，咁但係佢喺自拍鏡頭嘅規格同埋自拍嘅雙補光燈，同埋 Aura Light 一個大面積嘅柔光燈嘅主鏡頭嘅拍攝，實際嘅效能發揮同埋流暢度嘅表現係去到旗艦機嘅水準。咁呢一部機我自己就會認為佢最適合推介俾兩類型嘅用戶群：單手操作細機身而擁有極大電池啦，同時間係一個細機身啦，而你係一個比較着重影相拍攝、旅行拍攝喺一個便攜度同埋喺一個人像拍攝補光上面比較着重嘅，佢亦都係一個獨特嘅存在。而佢就有完整嘅 AI 功能，機身嘅做工亦都係達到一個高水平嘅表現啦。